1449年，北京德胜门前，在众将士惊异的目光下，于谦穿戴整齐，跃马出城，立于大军之前。身后的德胜门缓缓关闭，于谦亲手关掉了那扇能保住他性命的德胜门。在后世历史的评价中，于谦临危受命，亲自指挥数十万军民进行了垂范青史的北京保卫战，挽救了摇摇欲倾的大明江山。但很多人都想不到，这是于谦第一次领兵，他本人也不是什么力能刚鼎的猛士，只是一介瘦弱的文臣。他是如何打赢这场大明输不起的战役的？2个月前，蒙古瓦剌首领也先大举南侵，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建议，仓促御驾亲征。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得大败，英宗被俘，明朝最精锐的部队20多万人丧失殆尽，史称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后，群臣来不及埋怨英宗，因为他们正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瓦剌军势如破竹，即将兵临北京城下。当时许多大官富户为保全身家性命，已经纷纷南逃。8月18日，太后命成王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议商战守之策。大臣徐有贞提议南迁，得到了许多赞成票。这时，不动声色的于谦瞪着徐有贞说了一句话：主张南迁的人就应当杀头。京城是天下的根本，怎么能随便放弃？如果撤离京师，国家必亡。不可忘了北宋南渡的历史教训，一语震醒犹豫之人。朱祁钰下了抗战的决心，于谦则独揽战守这个天下最高的荣誉，也是天下最重的重担。电视剧《大明风华》中，于谦曾随朱棣出征蒙古，然而历史上，于谦在此之前从未参与过战争。第二天，这个从未带过兵的兵部侍郎主持召开第一次战备会议。摆在于谦面前的是一堆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土木堡失利，几乎把从洪武到宣宗攒下的所有老本都赔干净了。京城里连几匹像样的好马也找不着，士兵数量不到10万，还都是老弱残兵和退休人员。在出战前，于谦首先要面临3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士气问题。当时京城的士兵甚至一谈瓦剌军就面露惧色。于谦的第一要务是要稳定军心。为稳定军心，于谦首先要解决兵力问题。他调来了各地的预备部队，同时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也避免在运粮途中遭到敌军抢夺，他出了一个高招，让所有来北京布防的军队自己去通州取粮食后再进京。9月初，布防军队悉数到来，京城的兵力达到了22万，且粮食充足，人心也逐渐稳定下来。于谦在军事上做足准备的同时，还干了件大快人心的大事。土木堡之变后，大臣不好意思骂朱祁镇，就把怨气集中在撺掇朱祁镇亲征的太监王振身上。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天的朝廷议事竟上演了明朝近300年历史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朝堂斗殴。这一天，朱祁钰主持政事，督察院右都御史陈毅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一上来就上奏要铲除王振的余党，严厉的语气吓了朱祁钰一跳。这个陈毅还越说越激动，最后嚎啕大哭。这一哭不要紧，整个朝堂乱成了一锅粥，上奏声、骂人声、痛哭声此起彼伏。当时的朱祁钰还不是皇帝，只不过代行职权而已，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不轻。胆战心惊的再三考虑，还是不敢做出决断，便下令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大臣们顿时不干了，死活不让朱祁钰走。朱祁钰脸都吓白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识相的人出现了，他就是王振的同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马顺平时对大臣吆五喝六惯了，今天仗着皇帝的圣谕例行呵斥群臣。但今天这种行为只能用2个字形容：找死。这个时候，有个叫王弘的大臣突然薅住马顺的头发，对其一顿胖揍。此举一呼百应，上百的大臣们立刻蜂拥而上，你踢一脚，我打一拳，马顺转瞬遍体鳞伤，一命呜呼了。已经打红了眼的大臣们，有人竟然指着朱祁钰的鼻子，要他把王振的余党交出来。这种近乎造反的举动，朱祁钰竟然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太监金英把王振的余党毛贵和王长绥招了进来，
这两人被拎进大殿，还没明白咋回事的时候，也被一顿胖揍致死。目睹一切的朱祁钰目瞪口呆，想要逃走，但他如果这时候走了，因为马顺是锦衣卫的统领，那些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和王振的余党可能会对这些文官动手。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意识到了危险，他就是于谦。他立刻拦住要走的朱祁钰，让他下了一道命令，下令王振同党其罪当死，百官无罪。危机解决，还处置了王振和其同党，大快人心。于谦出战前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被俘的皇帝朱祁镇。很显然，朱祁镇会成为野仙手里的王牌，因为皇帝这个名分对大明太重要了。但皇帝是大明的，不是他朱祁镇的，所以于谦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把朱祁镇这个大明皇帝变成过期做废品。在立谁为皇帝的这个问题上，最先考虑的当然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但他只有3岁，朝廷需要的是一个能决断的皇帝。最后能选的只有朱祁钰了。朱祁钰自从目睹了朝廷斗殴事件，打心眼里不想干皇帝这份差事，而且万一北京守不住，可能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但在于谦和大臣的坚持下，朱祁钰答应了。解决完这3个问题后，京城人心渐渐稳定下来。与此同时，瓦剌野仙的部队也已兵临城下，于谦面临的艰巨挑战才刚刚开始。为守住京城9门，于谦下了5道京师命令。所有人都知道，瓦剌攻击的目标是北京外城9门。当时于谦的助手石亨建议坚壁清野，固守城池迎敌。这基本是中国古代王朝面临攻城时的传统战术，也是最后的底牌。所有人都赞成这个建议，只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就是于谦。他下了令所有人惊愕的命令，大军全部开出9门之外，列阵迎敌。众人还没回过神来，他又下了第2道命令，锦衣卫巡查城内，但凡查到有盔甲军士不出城作战者，格杀勿论。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于谦那沉稳又富含威严的声音又响了起来：9门为京城门户，现分派诸将守护，如有丢失者，必斩。于谦一个个点名，每一个名字都被他分配到一个城门。说到第9个城门时，他停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停顿，所有人都知道，最后一个是德胜门。德胜门是最为重要的门户，因为它在北京的北面，且正面对着野仙的大军。一旦开战，这里必然是最为激烈的战场。换句话说，这里是个送死的好去处。众人并没有等待多久，因为于谦很快就说出了镇守者德胜门于谦。他用坚定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这种眼光也告诉了众人，他没有开玩笑。文武大臣们又一次吃惊了，可让他们更吃惊的还在后面，因为于谦马上要颁布的是一道他们闻所未闻的军令：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领不顾军士先行撤退，必斩；军士不顾将领先行撤退，后队斩前队。敢违军令者，格杀勿论。于谦把手指向了兵部侍郎吴宁，下达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大军开战之日，众将率军出城之后，立即关闭9门，有敢擅自放入城者立斩。听到这道命令，连石亨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武将也被震惊了。这就意味着，但凡出城者，只能死战退敌才有生路，如果不能取胜，必死无疑。于谦这是拉着所有人一起玩命了。于谦不得不这么做，这场战争于谦输不起，大明也输不起，所以于谦为所有人留下了唯一的选择：不胜就死。于谦从小立志做一个像文天祥那样的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国效力。这次他穿上从未穿过的铠甲，走上战场，去指挥他从未经历过的战争，实践着他的抉择。在他的身后，德胜门缓缓地关闭。于谦用行动告诉所有士兵们，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战的，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此刻的于谦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指挥官，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们来说，这个瘦弱的文官之躯代表的是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守卫城池的明军单论战斗力绝对不是瓦剌士兵的对手，但他们有一样东西是这些入侵者所没有的，他们身后是自己的家园，
有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还有他们毕生珍爱的一切。军队一旦明白了为谁而战这个道理，就是不可战胜的。北京保卫战绝不仅仅是史书上记载的某年某月某日某些势力之间的一场战争，以及那由成王败寇规则书写的胜负关系。在这些公式化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人性的光辉。